新统帅的技能爆料啦！那你们可以看到今天我所使用的头像呢，就表达了我对于策划的心情。这个并不是传闻，而是在更新之后，有玩家发现到在埃及之战客制化模式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没有爆料的统帅技能，而且是真的可以点开的那一种，并不是传出来的图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这一次新的骑兵统帅他们会设计成怎么样。那么由于他们发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凌晨时间，那个凌晨时间其实我还没有睡觉啦，但问题是我还不知道。一开始发现呢好像是 Cortex 的直播那边看到的，然后其他的主播刚好也是有做测试，因为偃月阵 2.0 出来嘛，所以他们刚好也是看到了这个新统帅在这里出现，所以这些图片这些截图才会传出来。那其实我手头上也有中文版啦，但是中文版我只有看到有9张截图而已，所以我还是回来看这个英文版，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要介绍，它这里只是写出了伤害值而已。那我们先从野战统帅开始讲起吧，因为我们刚好可以看到后面这里有写东西。那其实它中间这个是写通用啦，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的。然后另外一位统帅呢，这个是属于集结统帅，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进攻。那么野战统帅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它的文明是属于其他的文明，因为只有其他的文明它的背景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位集结的统帅呢，大概率应该是来自不列颠的统帅。那么因为这边它是完全没有写描述，所以只能跟大家讲一下它这里有什么东西啦。首先就是它的怒气需求是1000点，但是它是有 AOE 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伤害是1600点，连击伤害就顾名思义说它会在一个回合里面打出多次的伤害嘛。那根据1600来看呢，不可能打出3次，最多也就打出2次。打出2次的话，也就等于说它的伤害是有3200的。但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技能呢是没有写 debuff 或者是写 buff 之类的，因为如果有的话下面应该会多出了一排，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情况来看，这个统帅大概率是会放在副将的位置。同样的，因为它有 AOE 的关系啊，所以肯定会有递减。说实话，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啊，有 AOE 的统帅伤害还可以超过3000呢，这个统帅是已经值得去培养了，尤其是对于骑兵来讲。但是现在我们也只能猜测而已，因为只有伤害可以给你看，还有给你看它是属于什么伤害类型而已。第二个技能就是基础的提升啊，这里就有包括骑兵防御力提升 20%， 骑兵行军速度提升 20%， 骑兵攻击力提升 30%。 但是下面可以看到其实有多出了一排写一个 20%， 这个就不确定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是生命值，但是如果它真的是防御攻击生命全部都有提升的话，这个统帅就真的是太超模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普通攻击伤害提升，又或者是连击伤害提升，但是连击伤害提升的话就有点夸张 20%。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其实现在攻击跟防御提升到 20% 以上算是 OK 啦，还可以接受。但如果可以提升到 30% 是最好的。所以这边就开放给观众猜测，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生命值提升 20% 呢？不过通常统帅的技能设计里面呢，如果有出现到这些基础提升啊，就是3维提升的时候，是不会有其他额外的东西啊，比方说被动技能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第3个技能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咯，这里就有说到怒气提升50%，但是它不是 50%， 而是50点，所以猜测这里应该是打到目标之后可能会提升怒气。比方说发动了主动技能之后，如果有击中目标的话就会提升50点的怒气。但是我想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它的 AOE 攻击到几个目标就提升多少怒气。假设说它的 AOE 是攻击3个目标的话，可能是150点的怒气，又或者是它这个50点的怒气可能会持续多少秒。但是这边下面的提升呢，就有说到主动技能的伤害提升，所以我才会把这个技能跟它的主动技能挂钩，就是需要打出它的主动技能，或者是它的 AOE 打到目标之后才会提升怒气，或者是提升它的伤害。那猜测它这个主动技能伤害提升应该是有包含在副将里面啦，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少个回合，或者是发动主动技能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提升了，就有点类似像霍去病的技能这样子。
第4个技能，这里就有说骑兵的生命值提升 10%， 攻击力降低 10%， 行军速度降低 10%， 所以我才说刚刚前面那个有很大可能不是生命值啦。所以像我前面所讲的，有很大可能它这个是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20%， 然后后面这个第4技能才是生命值提升 10%。 那伤害降低跟行军速度降低很明显是 debuff 来的，一般骑兵统帅呢是不会有这种受虐倾向，是把自己的攻击还有速度降低的，很大可能他这个技能是针对目标，在他击中了目标之后就会有这些 debuff， 不过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所以也不能细说这个技能。那么最后觉醒技能原本我是想要细说的，但是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点开了之后是完全没有写东西的，因为觉醒技能比较特别，它是不需要去提升的，所以它都会直接把伤害值或者是数值写在上面，所以才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下一个轮到骑兵集结统帅，但是他这个技能有一点特别，你们看到这边数字写这么多就知道了，他也是属于 AOE 的统帅，怒气需求1000点，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伤害是有3次的，第一次呢是1400的伤害，第二次800的伤害，第3次600的伤害，同时间他还有行军速度降低，还有治疗效果降低。我们先说一下这3个伤害吧，那很大可能他的主动技能打出去的时候主要的伤害就是来自这个1400，因为是连击伤害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乘以2，所以他的伤害就是2800。对于一个 AOE 的统帅来讲，2800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下面他这边还有额外的800跟600，我这里猜测说有很大可能就是类似像亚速把你把这样子，他打出了自己的主动技能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后续的伤害是针对于目标的，因为他这个1400的伤害是属于 AOE 嘛，所以可能他会递减分散去给其他的敌人，就变成说他攻击的主要目标受到的伤害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才增加了800，或者是他的 AOE 或者是技能打出去了之后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伤害，就是这个800跟600。但是这边要跟大家细说一下关于后面那2个连击伤害，很多人可能看到连击伤害是不是表示说这个800也是要乘2，或者是这个600要乘2？各位要知道统帅的技能介绍里面呢，其实有时候他会写1次连击伤害，2次连击伤害这样子，所以不代表说这个统帅他这个800和600也是乘以2，你们不要以为说这边已经有一个2800，你还要加一个1600或者是1200，如果真的这样子加的话，这个统帅就会很夸张了。但是它是针对谁打，又是怎么样打出去呢？暂时还不知道。还有包括这个 debuff 治疗效果降低，还有行军速度降低呢，也不知道是针对该目标而已，还是 AOE 打到的目标也是会减。第2个技能就是基础的提升了，3维提升，这里就包括骑兵的攻击力提升 20%， 骑兵行军速度提升 20%， 但是这里可以注意看它的防御提升呢是没有包括骑兵在内的，所以不确定这个是不是通用的，但是一般集结我们是不会混并的。防御加成 30%， 算是中规中矩的提升了。第3个技能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降低，防御力降低，那它这个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降低，所以对于现在的版本来讲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多数的统帅都已经有连击跟重击伤害了，重击跟连击伤害是有包含这些普攻所触发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效果。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到会不会有统帅去围殴这个集结，如果有的话他必须要有这个伤害降低的部分，只不过他这里不是针对技能伤害啊，所以有很大可能如果用工兵去围殴这个集结的话，它会比较伤一点。这里只是写连击伤害系数200，就这样子而已，完全是不知道它这里有什么功能。因为有时候官方呢，他会直接把一些东西写在他的技能里面，就比方说有多少的概率可以触发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还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伤害，所以他这边只是写额外伤害，但是他的技能一般不会写的这么空啦，所以大概率他那个技能应该是有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没有写上的话，这样这个统帅是真的很垃圾的，这个集结统帅，而且他这个连击伤害系数只有200呢，说实话是有一点低了的。所以我不排除有很大可能就是他这个技能是让那些碰到他 AOE 的那些统帅都会受到额外的200伤害，这个是我猜测而已啦。那么同样的，他的觉醒技能也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东西。然后最后来做一个评价，对于这2个统帅的看法怎么样？有不少玩家就看到了之后觉得说这2个骑兵统帅很弱。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看完它详细的介绍啦，所以不能评价说到底好不好。但目前看下来，至少可以知道就是这个集结的统帅它的伤害确实是不会低的，除了包括它的主动技能这里可以造成3次的连击伤害之外，还有包括它的第4技能又有一个额外的200连击伤害。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如果你是有携带一些统帅啊，如果触发了什么连击伤害之后会有额外的加成或者是伤害之类的话，搭配这个统帅就非常好，而且不排除这个统帅可能可以野战使用啦，因为我们现在还暂时不知道它有哪一些技能是属于集结用的，哪一些是属于野战的，但是根据它的这个主动技能有 AOE 的情况来讲呢，大概率野战是 OK 的。那如果你们担心会有围殴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把阿提拉给带出来的。至于骑兵野战的那位统帅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他已经有 AOE， 而且他是伤害有3200，你们还想怎样？重点是他的3维也不会算太低啊，他的防御都有20了，然后攻击30，生命值虽然提升的比较低一点啊，有10%而已，但是他有 debuff， 而且有 buff， 怒气恢复速度又比较快，又可以提升自己的主动技能伤害，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才对。当然如果你是想着说哦，这2个新的骑兵统帅要到达以前秦始皇那个高度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以上就是新骑兵的技能介绍，是很空虚的介绍，因为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数值。至于各位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当然这边还是再三提醒啦，虽然这些图片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从游戏里面看到，不过我们还是要等游戏实际推出了之后才可以做出评价，以游戏更新为标准啊！你们看我的图像 OK。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